碰见赵医生这样的极品不管，他肯定会被人抢走。我得给他加深一下印象。不是都已经好了呀？哦，不红。哦。哎，赵医生，我真的是豁出去了，我。张医生啊，我是小曲，不好意思啊，我临时有公务，必须得拖着这条病腿出差，不能去医院了。也没来得及跟您说一声，不好意思啊，是我的错。你等我这次出差回来，一定好好的弥补谢罪，好吗？拜拜。安迪，你会不会烧菜啊？完全不会。啊，不会就好，不会就好。饺子好了，你先吃，我去开瓶酒。
who's kissing her now? I wonder who's teaching her how. I wonder who's looking. 我这人有个毛病，一紧张就爱喝水、吃东西。突然到你家来，更是如此。我不客气，我已经数过了，每个人15支，我已经吃完了我的15支。这种地方都算得这么精确啊！看来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葩。所以呢？所以结论就是，我认的就是这种绝无仅有的奇葩。古人说秀色可餐，看来今天的饺子的确美味啊。这房子怎么样？风景很好。我喜欢能够看到灯火的房间，不会太喧嚣，也不会太寂寞。从这看出去，真的能看到半个上海的灯火，很奢侈。前2年这个时候，我差点失去这个房子。那时候金融危机，我账面上的损失每天6位数，跌得我差点从这阳台上跳下去，一了百了。那个时候房子什么全都抵押了，好不容易等来了国家放出4万亿，贷款才有松动。你看，这些白头发就是那个时候长出来的。那个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天天混 BBS。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你的，我很早就开始留意你了。我记得有一回你导版主，一篇篇檄文发出来，那真是酣畅淋漓呀，特别合我的胃口。而且你就能在头一天不懂的知识，第2天上来就懂了，而且懂得头头是道，能自圆其说。熬夜做功课的吧？是啊，你真的早就留意到我了。我还以为是我先留意你的呢。我觉得你这个人不怎么说话，但是说一句是一句，让人印象很深。彼此吧。要不是那个时候生意搞得我心烦意乱的，我肯定上阵助你。再加上那个时候我跟女朋友分手。分手？为什么？她是个挺好的姑娘，心气儿高，又有自己的事业。我那个时候事业失败，连同我整个人都……他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你，也不能这么说。本来都谈婚论嫁了，可是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还有可能要背上巨额债务。说起来，也是我拖累他了。不说他了，说回我们吧。我一直以为你是男的，听说你回国又在上海，所以就特别想认识你，想成为好兄弟。直到你扭扭捏捏不肯接我的电话，我才意识到，哎，有可能是女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一见钟情。你呢？第一次见面，差点打退堂鼓。
因为你这个人表面亲切风趣，实则戒心很重，而且长相一般。要不是那一次我欠你一顿饭，加上之前对你的印象极佳，第二次见面应该不会有。小秋野，别又在那儿喝咖啡啊！当心又像昨天似的把自己喝醉了。樊姐，你怎么知道的？我现在正在纠结要不要喝咖啡呢。我是谁呀？我是你樊姐，就你那点小心思，还能瞒得了我吗？可是，如果我现在不喝咖啡，我怎么学习呀？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特别无聊，无所事事的感觉。你猪上身啊你！啊，不喝咖啡就不能学习了？你可以先学学怎么研磨，怎么冲泡，然后每种咖啡喝起来有什么讲究。到网上去查一下不就行了吗？搜狗那么一搜，不就搜着了吗？搜完以后你就知道了，知道吗？别在那儿喝咖啡了，悠着点啊。对了，樊姐，我怎么没想到？谢谢樊姐，我现在我就上网赶紧去学习那些视频里的东西。我怎么没想到上网学？你刚才说，如果不是欠我一顿饭，很可能不再见我。我觉得不，你比你以为的更早对我有好感，应该是在做网友的时候，否则你不可能容忍我对你一再试探，甚至告诉我福利院还有你弟弟的事情。是吗？是。你太迟钝了，所以没有觉察出来。上次在体验馆的时候，你特别惊恐地把我推开，我怀疑自己会错了意。我以为你不如想象的那么喜欢我，其实你是在抑制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你太紧张了，你害怕直面我的情感。别怕，我不是心血来潮把你骗到家里来抛弃你的。这些天，我逃到国外去，细细地梳理了一下我们交往的全过程。我问你，你的身世除了我和老谭知道之外，还有别人知道吗？你的那些好邻居知道吗？只有你和老谭。这就是了。你早就喜欢我，才会对我如此信任，否则你不可能第一时间把弟弟的事情跟我分享。这不是信任是什么？我很开心。喂，我们以多巴胺而非荷尔蒙为起点的罕见纯洁感情干杯。起点的话像是一道闪电，劈开了连安迪都不明白的内心深处，让他震惊，更让他慌乱不已。真的是这个原因吗？是因为安迪信任起点，对他有好感，所以才将一切和盘托出？还是起点错了？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安迪的一时冲动，不代表任何意义。干杯！太罕见，会不会就是一种病态？怎么会是病态呢？且不说网恋很普通，就拿我来说吧，之前以为你是男性，
虽然还没有见面，但是就已经惺惺相惜了，认定要做好兄弟。那假如我之前要早知道你是女性，那结果肯定是另外一番样子。我不认为这就是病态。真的。真的，安迪，你太聪明，有异于常人的智商，注定让你跟普通人不一样。但假如要是连这个都自认为是病态的话，那得需要多坚强才能活下去啊！干杯，傻瓜。咖啡豆的研磨方法根据其大小，可略分为粗研磨、中研磨和细研磨3种，依咖啡器具不同而使用合适的方法研磨。咖啡豆磨成粉状后，其表面体积增加而吸收湿气，容易产生氧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咖啡粉起裂化作用，使风味受损。因此，咖啡豆研磨的秘诀与咖啡的研磨和作业要保持一致。从我读书开始，所有的人都提醒我很特殊。可身为孤儿的我，特殊不是什么好事。小朋友容易对特殊表现出一种无约束的残忍，用拳头和谩骂提醒我是谁。后来长大了，我也真的不能习惯热闹的场合，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亲密无间的嬉戏往来。我会远远地躲开那些普通人，把我自己的特殊当成一种病。我记得那个时候老谭他还在美国，有一天他去看我，他看到我在院子里跟一只捧着花生米准备埋到地底下的松鼠对峙。其实我就是这么看着他，就这样一直看着他。后来可能那个松鼠都觉得我很无聊，干脆把花生米吃了，哼哼而去。后来老谭他很担心我，他一定逼我要住到downtown apartment。可是他不知道，那里进进出出根本就没有什么人，连松鼠都没了。所以你回国之后，就索性混迹于烟火之中。哦，不，那是一个意外。我本来是想要换房子的，可后来我发现我的那些邻居们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而且他们很有意思。今天的事情说明你和邻居们相处得很好，同时也说明你虽然特殊，但并不古怪，大家都能接受你。今天的事情我真的很感动。其实说实话，对于我自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是没有想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这件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奔波。我原本以为他们不一定会接受我，可能会觉得我跟他们相处会别有用心。可是我今天发现他们真的把我当好朋友，我很爱他们。你看，你连他们都可以接受，那跟我在一起就更不用担心什么了。
不一样。这有什么不一样的？是我不能够对你做不负责任的事情。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弟弟生死不知，下落不明。可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他，我会即刻带他回美国。万一我更加会第一时间离开这里。所以我离开了，我的那些邻居们，他们也都是惋惜几天。可如果是你，山迪，好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你还不承认你喜欢我？你看，在你心里，我跟你那些邻居是有区别的。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也处处在为我考虑，甚至已经担心你走了之后我会是什么样的感受。这不是爱情是什么？别瞎说。不瞎说。我知道你的问题，我来告诉你答案。我是成年人，我承担得起任何后果，我也不害怕负担责任。相信我。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亲密接触。我甚至很讨厌在我做事的时候有别人在我身边。从小他们就说我很古怪，说我很冷漠，很讨厌。我不认为我有能力，或者我有可能会去爱上别人。相信科学吗？当然。那就不解释。我现在要拥吻你。正常情况下，假如你爱我的话，你会心跳加速、四肢酸软、浑身发热、脑袋发晕。假如你不爱我，你会觉得我很猥琐。我没想好。天哪！难道科学女青年都要为自己的情感找到一条清晰的逻辑线，才能进入下一步吗 ？Jesus Christ！ 如果你要后悔了，你可以不招惹我。不，我喜欢被你折磨。不开玩笑，我是真的没想好。答案也许不如你意。没关系，我原本以为自己毫无机会了，直到老谭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我在你的心里并非是毫无意义的。我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原来是他。对，他把我从头到脚的骂了一遍，而且让我立刻滚回来解决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挨一个人骂的挨得这么开心，这么心甘情愿。安迪，我是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回来的，同事还在那边等我，我明天就得回去。这些天，你可以好好想一想，
等我从国外回来，我希望能听到你的答案，好吗？怪不得手磨咖啡这么贵，这喝到咖啡也太难了吧！这摇不动啊！姐妹们，我现在正在手磨咖啡中。如果以后你们是想喝咖啡的话，我来帮你们做，现磨现喝，38块钱一杯，不打折啊！秋怡可真厉害，我现在还加班呢，一堆资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翻译完。等会儿我回家，你也给我来一杯。行，没问题，我待会儿给你泡一杯最好喝的啊，等你回来。好香啊！还有7天，就像一辈子那么长。我会尽快处理完手里的事情，等我回国之后，我们再见。对于起点，安迪是真的没有想好，太多可怕的细节还藏在心底，无法宣之于口。起点心态成熟，可他愿意担当，安迪就能无所顾忌地让他吃亏吗？如此不对等的合约，即使是出现在商业合同中都不合适，更何况是人生。自己打脸打得啪啪啪的，我把我们同事拉去全围观了。我看他们以后谁敢再说三道四。哦，谢谢你啊。小凡在吗？樊姐还没回来呢。跟你说，自从樊姐那个同学来到上海以后，隔3差5的请樊姐吃饭，还时不时的送她一些名牌礼物。根据我的推断，过不了多久，樊姐就会抛弃我们了。哎，你找樊姐什么事儿啊？要不要我帮你传话呀？也没什么，就是有一桩复杂的人际关系，希望征求她的意见。那没事，回头再说。哎，小秋，你去咖啡馆上班了？我之前跟你说过，卖咖啡的，你忘了？我现在咖啡馆的名字叫做卡卡奥咖啡馆，可有情调了。你以后跟朋友要想聊天的话，去那儿就行。哎，不过离你稍微有一点远。好啊，你那儿卖咖啡豆吗？刚好我想买点咖啡豆。你家里不是还有2包绿山吗？送同事了。回头你有什么好推荐，给我推荐推荐。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推荐。他们都说那个曼特宁咖啡很好喝，可是我喜欢夏威夷可娜，他们都说我重口味，因为那可娜的口味稍微有点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呀？好啊，那就你推荐的那个可娜吧。多少钱1磅？我要3磅，但是我没有零钱，我都是100的。这
样吧，我先帮你买了，然后给你，到时候你再把零钱给我呗。 OK， 现金就是麻烦，要是网购动动手指就能解决了，你说是不是？小秋，嘿，你怎么了？安迪，我太聪明了，我实在太聪明了，谢谢你啊，谢谢。这是接下来的市场发展和规划，大家有空的话都传阅一下，看一看，好吧？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经理，我有点事儿，我能先走吗？我想跟你一起走。啊，行，那走吧。马上就要考核了，我们这些新进来的也不知道能留下几个。我听说有些人早就内定好了，我们在这里忙死忙活，还不知道最后要怎么样。说是靠实力，那也比不过人家的有关系。人家米需要的舅舅是中国区的高管，谁耐烦加班？早回去了。关关回来啦！哎，关关，你帮我看看这双鞋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关姐，你又逛完品汇呢？啊，这是个欧美的牌子，现在可便宜了，我得赶紧秒杀一个。好看吗？好看吗？你帆姐穿什么都好看。怎么了？闷闷不乐的？帆姐，我们公司马上就要年底考评了，新的员工只有一半才能留下，我会不会被刷下去啊？那就要看你平时的表现啦。我平时的表现算不上好，也算不上不好，我没有别人那样的学历，又没有安迪姐那样的才华，我感觉我自己挺可有可无的。我才多大呀，就跟安迪比？以我多年的人事经验呀，这公司里啊，只要你不拖人后腿就行。哎，简单点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你能完成公司上司安排的任务，不出什么大错，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加油啊！谢谢帆姐安慰我。哎，莹莹呢？怎么没看见她？在屋里呢，刚才出来打了个招呼，然后又进去了，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我先回屋啦，慢慢挑啊。钱呢？怎么把这上传呀？照片。
九莹莹，你怎么起那么早啊？我根本就没睡，我昨天晚上喝了一晚上咖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来，我给你看个东西。什么东西啊？过来。当当当当。这是什么呀？这个呀，这是网上咖啡店。那个昨天安迪找我来买咖啡，但是他没带零钱，所以特别不方便。我就想，要不然我就弄一个网上咖啡店，像安迪这种买咖啡的人啊，就方便多了。你过来看啊，这一排是偏苦的，然后这一排加上这个是偏酸的，还可以自己选择礼盒包装呢。这些都是你弄的？都不知道。我为了弄那个网店，我一晚上没睡觉，我都难受死了。我参考了各种网店，可难了。还好我之前在咖啡店，我把所有的咖啡都喝了一遍，并且记了下来，而且我还拍了照片，要不然我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怎么样？还不错吧？我爸爸老跟我说，邱莹莹啊，你不聪明，所以你要学会笨鸟先飞，知道吗？你看，安迪那么聪明，有那么高的学历，我肯定比不上。樊姐呢，那么能干，我也肯定比不上。但是我可以努力啊！我决定了，一会儿我去店里就跟店长说，开一个咖啡网店，这样的话，能卖多少就是多少。邱莹莹，你要加油，你一定能行的。我也要努力加油，我要赶紧通过实习期，坚决不要被他们刷下来。你当然没问题的，你这么努力，肯定可以的。关关，等我以后赚钱了，我就请你吃好吃的，吃火锅、海鲜、自助，你想吃什么随便挑。那等我转正了之后，我把三只松鼠所有的零食都给你买回来，什么山核桃、夏威夷果、什么碧根果，全都给你买回来，买它个几大箱，让你永远都吃不完。你们两个一大早都不睡觉干什么呢？吵死了！三姐，你干嘛呢？早上没吃药啊你？网站不需要成本，也不需要场地，更不需要另进货。像什么咖啡豆、咖啡机啊、特色咖啡杯，只要咱们店里卖的，都可以从网上卖。我们有实体店，搞那些做什么？再说，喝咖啡是一种生活方式，能到店里来享受环境和服务，谁会去网购啊？店长不一样的。你看有些人啊，他离得远，所以他过来不方便；还有些人呢，他压根儿不想出门，他嫌麻烦。而且我看啊，好多那个网上成功的那个网站，一天卖出上百件呢。年轻人啊，就是爱瞎折腾。咖啡厅就是咖啡厅，我们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有时间东看西看的，不如多学点咖啡知识，别等客人来了一问三不知。可是店长，你别郁闷了，店长年龄大，很少上网，更别说网购了。我们平时上网买点东西，他都嫌拉低档次呢。你要开网店，他肯定不同意。可是网站也有好的呀。你想，现在大家工作这么忙，谁有时间来咖啡厅慢慢喝咖啡啊？而且我觉得今天喝咖啡，跟开网站，这两者也没什么冲突啊。那店长不同意有什么办法呀？他那么固执一人，认定的事儿啊，你怎么说都没用。哎呀，算了，干活吧。楼上的整体装修效果还是不错的。对对对，刚刚装修出来了。张总啊，我们还进了一些新的机器，全是进口的，非常的不错。但是呢，我看了一下，上个月的销售额有所下降，这个月你们要努力。张总您放心，肯定会的。张总，您看一下，这是咱们店啊这个月的业绩。张总，我能进来吗？我有话想跟您说。侠女，是你啊！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嘿，坐坐坐。店长，给我个地儿呗，谢谢。张总是这样的，我之前我朋友托我给他买咖啡，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咱们可以开一个网上咖啡店。我之前我朋友托我给他买咖啡，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咱们可以开一个网上咖啡店。你看啊，这些全都是网上找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于那些不想出门、懒的人，这很方便的。你看，您看这家咖啡，它才开了1年，结果就卖出了5000多件。还有一个啊，在这儿，这款咖啡今天都卖火爆了，3个月成交量7000多件，7000多件，7000多件。我想了一个咖啡，如果是几十块，但是成交额那也得上万了。真有这么多？真的，而且底下它都好多留言呢，您就可以往下翻。好，我来。这儿往下翻，货真价实，假不了。哎，你还别说，他们没有实体店，1个月销量就这么多。我们有实体店，如果要是真做的话，销量一定比他们好。是，不是？可是咱们店里没有人会弄网店啊。再说了，店里人手本来就不够，要是再弄个网店，肯定忙不过来的。店长我会弄，而且咱们网店刚开始啊，肯定顾客没有那么多，我能应付得过来。这怎么回事？这么低级的错误也会出现吗？经理，这个不是我做的，那天是小关做的。把他给我叫过来。哦。小关，听经理叫你。可我这还没放，我帮你弄吧。好。经理，怎么了？说，你是怎么检查的？这么大的错误都没有发现吗？原始数据出错，后面的工作全都是白做了。这种方案如果递出去，公司损失钱是小，让客户质疑我们的能力，谁来负责呀？这个案子本来是米雪儿的，是她说她生病了，我才接手的。我不管你们那么多，既然接手了，你就应该做好。我只问你一句，最后签字的人是谁？是不是你？是我。既然是你签字了，那公司是不是有规定，你在签字之前必须再三检查，不准有任何的失误？有吗？那你怎么检查的呀？世界500强，强就强在工作能力和服务上。我们的收费比别人贵那么多，就是因为我们不允许这种错误出现，不允许这种错误影响到客户，知道吗？如果都像你这样，我们跟其他的公司还有什么区别呀？我不管你现在手头在做什么工作，必须给我停下来，写书面检查，好好反思。我已经跟客户道歉了，请他们再给我们2天的时间。这2天你必须给我检查这个方案，不能再有任何问题了，知道吗？我知道了。拿回去，快点。行了，接下来只要挂在网上就可以了。小秋，这么快就搞好了？啊，搞好了。哎，你们真的是玄铃木树下面那家咖啡店吗？我常经过你们那儿，在你们店里买过1次咖啡。告诉他是真的啊！不行啊，把照片给他发过去。是的。您有什么需要吗？网上买有没有便宜？哎，你问他买什么东西？您想买点什么呢？我想买一只4倍亮插电摩卡壶，
1包1磅装的调和意大利咖啡粉，能送礼物吗？张总，能不能送他奶球跟糖啊？因为平时店里这些也都可以送人的。可以，你告诉他送50只奶球，另外再送他1只咖啡杯。好嘞。我们送你50只奶球，外加1只咖啡杯。好的，我马上给你汇款。搞定了，张总。这么快就成了？啊，接下来只要快递发货过去，对方确认收货就可以了。同城差不多2、3天，异地1周就可以了。哎，这个不错啊！你看啊，这个没什么成本，而且呢还能拓展我们的客户源。这样，我拍板了，就这么定啊！我们马上成立网站，由小邱负责。有什么需求，你找店长。好的，好的，张总。这样，那个时间也不早了，大家呢一块吃个饭，我请客。顺带呢让小邱介绍一下如何经营网站。我想，照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经营好实体店的同时，网站也一定能经营好。收到。蹦蹦蹦蹦蹦蹦，这个尿有尿。樊姐，亲爱的，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老板同意我开网店了。我刚刚在网上做了人生中第1笔生意，而且我老板还夸我了，夸了我1下午，说什么还要请我吃饭，让我传授给大家经验呢。你真棒啊，小邱妍！祝贺你啊，小邱！樊姐就知道你肯定行，加油加油！用你网购的丰富经验碾压他们。但是樊姐，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被人这么夸过。今天我们老板夸我，夸的我都找不着北的。这就叫因祸得福，知道吗？看样子咖啡店比公司更适合你。是的，是的，是的，谢谢樊姐，亲爱的樊姐，谢谢你。还有小关关，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小蚯蚓，么么哒。小关，今天这么早？怎么了？就是前几天，我同组的同事米雪儿，她感冒了，然后说让我帮个忙，帮她完成她手上的工作。她当时已经做了一部分了，然后让我做剩下的一部分。结果她第2天早上，那个连检查都没检查就直接交上去了，出错的是她做的那个部分。可是我是最后签字的人，我就被上司给批了。那你哭的原因是什么？上司冤枉你，米雪儿不认账，还是你犯的错误太大，你承受不了？都有吧。还因为我们上司让我写书面检查，这个检查可能要夹在我的档案里，那它肯定会影响我实习的分数的，到时候肯定会影响我能不能留在这个公司。你解释没有？我解释了，可是上司他根本就不听我的解释，因为他这个工作明明就是他分配的，他肯定知道这个工作是米雪儿的，米雪儿她才是第一责任人，而且他知道我挨批的，他都没替我澄清，都赖他。想听真话，还是安慰的话？我想听真话。安宁姐，
如果你是我的上司，你会批我吗？说说我的观点吧，不过可能会有点不中听。我一个高管的朋友跟我说过，如果有机会再让他从底层做起，他相信他已经能够做一个非常优秀的配合上司完成工作的一个好员工，因为他已经足够懂得每一个岗位所需要担的责任。作为公司的高层，需要正确的规划和分解所有的工作，发放到下面去，然后由公司的各个阶层的人完成这些工作，创造出利润，才能给股东一个交代。所以你说，公司每一个员工，他们所围绕的轴心是什么？工作。对，轴心就是工作。所以你的上司他并不 care 你跟米雪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也不 care 这个工作到底谁完成的。你跟米雪在交接的时候，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你没有检查之前的内容，但是你在最后一页签上你的名字，这就代表你需要为这件事情负所有的责任。你的上司批评你合情合理啊，你没有必要喊冤。林秘书，明天晚上饭局安排的怎么样啊？啊，不行不行，8个人的包间哪够坐啊？你直接给我订个最大的包间，宁可做的松一点，也不能看上去太窘迫。还有，帮我找找当地的 KTV， 直接给我订个最大的包房，再租一辆礼宾车，万一要是没有开车的，好接送他们。挂了。你不是曲筱绡吧？我认识曲筱绡不是这风格啊！开什么玩笑？姑奶奶，我什么人呢？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赚得了钱，撒了泼，一个风格。你也太侮辱我曲筱绡了。看在你努力牵线的份上，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看看干正经事儿的曲筱绡是什么样。谢谢大姐。真相过后，需要安慰吗？其实我知道，我们公司的门槛高，我学历又不如人家。安妮姐，我又担心我写的这份检查再放到我的档案里，人年底考核我肯定完蛋了。不用在意你的这些检讨书会放到档案里。我看过很多考核资料，其实1年下来，每一个人到年底都是千疮百孔的。你的上司会有他的审核标准，当然归根结底，所有的考核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能不能做好工作，让你的上司省心。所以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把因为你的错误而导致的损失降低到最少，这是你要做的。好吧，那我就把这个检讨书分为3部分来写。第一部分我写清楚事情的脉络，第二部分我承认我自己的错误，第3部分我写出解决的办法。好难受呀！我要违心的去承认错误。我毕业之后越来越多的事儿都是违心的，可我除了忍耐，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安妮姐，长大好累呀，工作好累。跟你分享一个开心的事吧。其实之前我跟小曲探讨过，如果有一天你要是失业了，其实我和小曲都愿意聘用你。真的吗？为什么呀，安迪姐？你们都愿意要我呀？因为日久见人心，我们都很明白你是一个很认真而且能够做好事情的人，所以我相信你的上司应该也会跟我和小曲的判断差不多吧。真的呀，安迪姐。当然，你只需要改掉你的一点点娇气就好。安迪姐，我不娇气，真的。我妈当时就跟我说不想让我一个人到大公司来，说我压力大，太辛苦了，还说我是个女孩，这家里又帮不上什么忙。安妮妮，怎么办呀？我越说我越难受了，我感觉都让我妈给说中了，可我不想让她看死我。那你就坚强一点，别让她看死你啊！我得坚强。我这次我一定要努力撑过实习期，我得加油，我一定不被别人刷下来。加油，加油！
老兵啊，王哥，来了也不早点说啊，我好去接你去。哎，徐潇潇，这就是我给你常说的曲潇潇，这是王总。王总你好，这就是曲总啊！啊，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啊！我是通过我爸才当上的曲总，跟王哥您不是一个级别的，之前没有涉足过这一块，这次有新合作，还请王总多多指教哦。指教谈不上啊，你们的来意，姚斌都跟我说了，这个项目是归我负责，可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啊。我们公司现在第一步打算呢，是先选出3家合格的公司，由项目小组实地去考察，然后再决定合作对象。一会儿我把相关人士都给你们约过来，给你们搭个桥铺个路啊。至于能不能成，还得看你们自己的了啊。好，哎，王哥先坐，好，先入座，来，行，来。曲总年轻有为啊！哎，接手公司多久了？公司啊刚刚成立，但别看时间不长，我们已经拿下了 GI 项目在整个中国区的推广，还有好几个后续项目在谈。这 GI 品牌要求很高啊，能跟你们合作，可见曲总很有实力啊。曲总真是前途无量啊！来来来，我先敬你一杯。这怎么行呢？在座的都是我的前辈，都比我有经验。这杯啊，应该我来敬大家。初次接触这个项目没经验，还请大家多多指教。我干了。好，豪爽！曲总果然是女中豪杰呀。对了，曲总，你们跟盛轩有没有往来啊？盛轩？嗯，我们可熟了呀。他们的 CFO 是我的姐妹儿，叫 Andy， 刚从国外回来。我这次竞争 GI 项目，还多亏他的指点呢。小曲跟安迪也很熟，那可是个厉害人物啊！啊，一出手就是上亿的生意，但是好像不太爱跟人往来。哎，是不是前2天被传的那个当小三的？对对对，就是他。哎呀，一看就是假新闻。这安迪眼高于顶，上次在上海开行业会议的时候，好几个企业家抢着献殷勤，他都没看在眼里。当小三，还跟别人抢一个老男人，这可能吗？就是，造谣生事儿的纯属瞎了眼。我姐可不是什么随便男人都能看得上的。像谭总这么优秀的男人，每天在我姐面前晃，我姐也没有心动啊，更何况他呢？这么说，曲总也认识谭总喽？我姐是谭总的左膀右臂，你说呢？那可是个厉害人物啊，这国内企业、国外企业都玩得转。去年公司和他合作一个项目，随随便便就赚了不少啊。是啊，老谭的确是风云人物啊，上海周边都是响当当的啊。看不出来，小曲你年纪轻轻的，人脉还挺广。怎么不接电话呀？会有什么事儿吧？会吧。喂，妈。哎呀，关关，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我早上起太早了，晚上又加班，我刚才在厕所睡着了。你在洗手间睡怎么行啊？别感冒了呀！这怎么又加班呢？赶紧回去，咱不加了啊！回去洗个热水澡，赶紧休息，听见没有啊？妈，不行，我把方案给做错了，我老板让我把它给改过来。这如果改不好呀，我年底考评就完蛋了。完蛋就完蛋，身体重要还是工作重要啊？听妈妈话，听见没有？啊！
我告诉你，关关，你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老了这病就找到你身上来了，有你受的。妈，真的不行，这方案是我做错的，我有责任把它给改过来。行了，妈，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得赶紧回去工作去。对了，妈妈，你明天早上给我打个电话，我怕我太困了，我又像上次一样随手把闹铃给关了。好，赶紧回去吧，好不好？到了家了给妈妈打个电话啊，别让我担心。好的，拜拜，妈妈。好，挂吧，你先挂。哎呀，加班，累的都在洗手间睡着了。年轻时候累了，在洗手间打个盹有什么了不起？这么年轻时候不是也有忙的时候吗？那也不能忙成这样吧？要我说啊，咱女儿就该回到家里来，考个公务员，又踏实又稳定，然后再找个合适的人嫁她，一辈子幸幸福福的过，多好啊！比留在那儿舒服多了。你这么想，那女孩这么想也行啊。行了，别操心了。过2天我到上海出差，我顺便去看看她啊。你要去上海呀？啊，我跟你一起去。你去干什么添乱？我添什么乱啊？咱俩上回商量的事你忘了？猪脑子。啊。小曲，你的脚好点了吗？要注意多休息。安迪，你还记得那个赵医生吗？他刚才居然主动的给我发微信，问我脚好一点没有，还提醒我劳逸结合。你把他怎么样了？他怎么可能主动发短信问你？我昨天晚上喝了一点酒，当然是各种骚扰加挑衅了。不说了，太邪恶了。我好开心，好幸福哦！你不是很大胆的吗？直接找上门去吧。那不行，我现在正在出差呢，没空领星探。等我回去了，我再约他。赵医生啊，就是唐僧，活的时候可以调戏，死的时候可以吃肉。爽！哎，安迪啊，有一件事情呢，我得跟你知会一下。我这次出差呢，主要是来找客户拍马屁的。昨天吃饭的时候啊，他们说他们认识谭总，所以呢，我就说我跟你认识，是好朋友。回头我把客户的资料跟名字啊发给你一份，万一他们要是问起来了，你可得给他们肯定的答复哦。所以你刚才都是铺垫，现在才说到正经。帮不帮啊？一句话。好。那email给我，我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和风险，我有知情权。这与商业利益有关，必须说明。这没有，真没有。我只是想跟他们攀上关系，拉几个朋友进来显得热闹嘛，跟你们的业务完全没有关系，大可可以放心啊。那倒也是，我只不过是老谭的一个排头兵，你就算拿我背书，人家也未必认呢。对了。你生意怎么样了？顺利吗？不顺利呀！我朋友介绍的这个啊，虽然是项目的负责人，但是他做不了主啊。我的公司啊又是小公司，没有经验。昨天一天吃饭就问出了点线索，今天还要继续努力。客户对你还认可吗？我的意思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很年轻，
那个时候也不懂得什么办公室的规矩，所以经常得不到同事的认可，认为我承担不起什么重任。我正为这个发愁呢。客户一看到我呀，赶紧看我的身后看，还以为有什么年纪大的人要出场，完全是把我当秘书看。我赶紧承认我是有钱人的女儿，还学上了论，他勉强把我当老总看的。我这次回去啊，赶紧改改我上班的行头，穿的得再老气一点。啊，对了，安迪呀，以后要有什么需要的，还得再拉上你跟你老板这面大旗啊。哎，我可以不承担责任的让你扯，但你千万不要扯我老板。行行行，不拉就不拉。哎，安迪，我跟你说个好笑的，樊胜美那个同学，你见过了没有？见过一面，怎么了？空心大老官一个，开着宝马3系来献殷勤，我手欠一查，租车公司租的，害得我们樊大姐了，还以为自己钓到了金龟婿，空欢喜一场。你告诉他了？那当然了，我这个文库天下不乱的人，哪有替人家隐瞒的道理呀？我真是不明白樊小妹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你一定要这么……我自然有我的理由啦，等我回来再跟你详说。再说，我忙得没空骚扰赵医生，凭什么看他们卿卿我我的呀？死人还得拉着个垫背的呢。大家都单着没约会，我最高兴。小曲，我问你，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安迪，你谈恋爱了？你喜欢谁呀？不是你想的那样，而且我现在也不确定是不是喜欢他。你都这么说了，那你肯定就是喜欢了呀！快说，谁？帅不帅？啊，算了，你就当我没问你吧。哎，你说都说了，我怎么能当你没说呢？你赶紧说呀！哎呀，你不要吊我胃口好不好？拜拜。哎，别挂！啊，太不仗义。坦坦荡荡地说出心里的话，似乎是一种奇特的能力。比如曲筱绡，不管多没道理的话，她也能说得堂堂正正、理所当然。而安迪却永远学不来她的嬉笑怒骂、洒脱自然。他不愿意坦白，害怕跟他人接触，更畏惧一切的亲密与依赖，像是一个孤独的幽灵。能让他觉得安全的，只有工作。我相信经过刚才的讨论，你们应该很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回去仔细思考一下。我希望在明天的时候，能看到你们给我一些更多的想法建议。好，今天就到这里。好。看什么呢？哎呀，我又得加班了。哎，是啊，自从公司打算收购红星啊，每天都是高强度的工作。周六周日还得加班，是个人啊都吃不香。哎，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哎，你们帮我盯着点啊，帮我盯着点啊。啊。我看最惨的还是刘思明。话是这么说，他那方案的确有问题。安迪是让我们关注红星对多媒体方面的立体化的探索，希望产品链互动起来。相互促进，相互链接。可你看他做的，几乎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不过老刘这人吧，
本来事业心就不是太强，再加上他上有老下有小，难免分心。他的心思啊，全在股票上。现在集团上上下下都在为收购做准备，如果他达不到安迪的要求，我想公司啊，迟早得换人。你回国了？这又是要去哪儿？不告诉你，等你到了就知道了。安迪小姐，您这边请。请坐。您这边不用点菜，魏巍先生已经都帮您安排好了。我们这边的厨师是 Johnny， 今天为您做菜，请您稍等。谢谢，不客气。我到了。之前的速冻饺子太过意不去了，这是我将功折罪。怎么样，环境、菜式都还满意吗？你不用这样。哪样啊？对我这么好，从来都没有人这么对过我，我不习惯。那就试着习惯，不用想着欠我人情，更不用想着怎么还我。总之呢，只要是我喜欢的，都希望跟你分享。早知道是我一个人来这么好的地方享受，那我真的应该叫上我的那些邻居，特别是樊小妹，她最喜欢这种情调了。哎，请教一件事情，在国内，30岁的男人出手也很大方，只是开着一辆租来的宝马车，这有什么讲究吗？追你的人吗？当然不是，是樊小妹的同学。他们两个现在是有一点点来电，不过我那个邻居也是很奇怪，他明明是自己租的房子，但是确实想在对方面前表现出来，那是他的产业。这种事儿嘛，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我刚创业的时候，为了跟客户谈判，也为朋友借过办公室，租车也是常有的事儿。你让你邻居当心一点就是了。至于你的邻居嘛，既然他装有房，他同学装有车，两个人正好绝配呀。怎么样，安迪？接受我的追求和仰慕就那么困难吗？怎么办？我刚来2天就着急想回去。Andy， 认识你之后，我才明白，人和人的相识是如此的奇妙，就像磁极和磁极的相互吸引，又像是心里有一团火山在爆发，既排山倒海又不动声色。怎么样？在我回来之前，认真考虑我的问题。Yes or no？ 我需要你的答案。打扰一下，我的菜做好了，法式鹅肝配龙虾，请慢用。谢谢。那我先吃饭喽。来。小秋妍，物业打电话了，说昨天晚上楼下漏水漏得一塌糊涂的。我一口咬定不是咱们屋子的问题，地板是干的，
管道也都是正常的，不可能漏水。是不是昨天小关那个洗衣服来着，洗衣机漏的水啊？那也不能承认啊！你跟关关通个气儿啊，一定要统一口径。人心不足蛇吞象，你要是这么容易就承认呀，他们一定会列出一长串的赔偿单子，什么去年失灵的浴霸呀，前年翘起的地板，什么都得让你赔。我一个小妹在外面租房子。别说了，樊姐，你这么说好像还真的是这样。再说了，如果真的要修的话，就得把地板翘起来，卫生间好几天都不能用。工人们进进出出的，咱们得请假在家盯着吧？谁有这功夫呀，是吧？听我的，装傻，以后用水注意点就行了。可是樊姐，那万一那个楼下的人说那漏水除了从上往下漏，还能从哪儿漏啊？那怎么说呀？到时候，除非他们有证据，那我们说什么都没用。小美，你怎么来了？来请你吃饭啊！我公司人招的差不多了，今天晚上也没什么应酬，想一会儿吃完饭买一些办公用品家具，走，咱们吃饭去吧。还是先办正事吧，买东西去。喂，喂，师妹，你下班了吗？我今天正好从你那儿过，要不要顺路一起接着你啊？林师兄，不好意思啊，我手头上还有几份资料要翻译，可能还得1个多小时，就不麻烦你了，谢谢啊。没关系，我正好约了人做采访，估计到你那儿也得1个多小时了。我从家乡给你带了一些土特产，1大盒上好的脐橙。今天正好一块儿给你送过去了。可是我这边还有……别可是了，脐橙这个东西就是吃个新鲜，放久了就不好吃了。你要是下班晚了，我就在楼底下等着你，正好把你一起送回家，免得你一个小姑娘再提不动。好吧，好吧，那你到我公司楼下告诉我。好，一会儿见。拜拜。你回来了，正好我通知物业的管道工和2102的户主去你们屋看看。你干什么呀？你想干嘛？昨天晚上你们屋漏水的2102，人家一大早过来投诉，我们经理说了，让我们今天在这儿等你们，说要3方一起查看一下问题在哪。不是我们屋漏的，肯定不是我们屋漏的。我们昨天早就睡觉了，根本没用水，所以你们肯定弄错了。有没有搞错？我去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你们凭什么去我们那儿看呀？我们都说了，不是我们那儿漏水的，你还要进我们屋查看？你这就是故意搞我们，你是存心想欺负我们三个女孩是不是？哎，喂，你好，是2102的户主吗？电脑跟打印机就不用买了，公司注册登记的时候，税务会把这些东西全部给你买齐了，因为金税工程。办公桌椅好像也不用，我记得你租的那个办公室里面有4套，那你暂时就不用买，先利用那些旧的吧。你公司也不大，用不着买专用的复印机，买一个有打印功能的传真机就可以了，既省钱又可以节省空间。小美，怎么了？我觉得你特别贴心，你处处为我考虑，又替我省钱，而且挑这些东西又体面又实惠，我真的好幸福啊！我觉得你应该买一个保险柜啊，对，保险柜。樊胜美忽然意识到，她正下意识地替王百川省钱管账，免费替他做公关应付客户。王百川的车子是租来的，房子更是没有，以后还要共同按揭、共同还贷。这样的小老板，他不知拒绝过多少。樊胜美告诉自己，不能心慈手软，更不能做黄脸婆。老板娘，谁爱做谁做去。小美。干什么？你们家漏水还问我干什么？哦，你们是出租房的吧？
天哪，住在出租房楼底下真的是倒霉了。可不是嘛，每次出事都是你们出租房。出租房怎么了？谁规定房子不能出租了？你们一家3口人住着，我们也是3个人住着，没比你们多1个人。呦，这小姑娘牙尖嘴利的呀。行，我不跟你争啊，你开门，我进去检查一下。本来这件事是可以商量的，但是你们一来就带着偏见。如果你们不放正你们自己的态度，对不起，我不放行。